很快，小林次郎便从下沉的楼道内跑了上来，见到叶晨和洪武，整个人惊喜不已，连忙鞠躬问好：“叶先生好，武爷好，陈总好。”说完，小林次郎看到史蒂夫·罗斯柴尔德这个陌生面孔，结合对方白人的容貌，他心里不禁有些好奇对方的身份。不过，小林次郎还是很懂规矩的，自己现在的身份，哪里轮得到多嘴问问题？于是他便也非常客气地对史蒂夫说道：“先生您好。”史蒂夫听出对方的名字是个日本人，心里也同样好奇对方的身份，更好奇这底下究竟是什么地方。叶晨见小林次郎满面红光，便笑着问道：“次郎，最近在这里生活怎么样？”“挺好的。”小林次郎笑容灿烂地说道：“大家对我都挺好，一切都很好。”现在的小林次郎在养狗场算是半个自由人，他除了不能离开这里之外，其他方面都比较自由。叶晨拍了拍小林次郎的肩膀，同时指着史蒂夫微笑说道：“小林，这位是罗斯柴尔德先生，来自美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是我今天请来的客人，我准备带他下去参观一下，一会你来做个介绍。”小林次郎一听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头，顿时吓了一跳，喃喃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气在日本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在日本最出名的3个英文姓氏分别是麦克阿瑟、索罗斯以及罗斯柴尔德。麦克阿瑟自不必说了，从日本战败后，这位5星上将就成了日本实质性的占领者，人送外号日本太上皇。在屡次羞辱了昭和天皇之后，还在日本作威作福，结果当他叼着雪茄离开日本的时候，100万日本人夹道送别，属实令人费解。索罗斯在日本之所以出名，得益于老哥金融巨鳄的强力手腕，一手掀起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没事就狙击2下日元。日本人当年苦他久矣，现在那些早就躺平的平成青年们，偶尔在居酒屋喝多了，也会怒拍桌子大喊一声8格牙路。要不是索罗斯，老子现在也是富2代了，又怎么会沦落到在711打工？至于罗斯柴尔德，这在当代日本人心目中是真正大魔王级的存在。日本几次被美国收割，幕后推手都少不了罗斯柴尔德这个传奇家族的影子。如果说索罗斯只是拿枪过来抢一波日本人口袋里的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每次都等于开着美军的坦克把日本人的房子推倒一大半。全日本连3岁小孩都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小林次郎想不通，叶晨怎么会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带到这里，更不明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疑惑间，他脑子忽然一闪，顿时暗道：卧槽，霍格维茨那对父子刚来的时候就整天叫唤自己是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戚，难道这个罗斯柴尔德先生就是来接他们回去的？叶晨见小林次郎表情一会疑惑一会震惊，便开口道：次郎，你在那琢磨什么呢？小林次郎回过神来，连忙道：没什么，叶先生，没什么。说罢，他赶紧殷勤地说道：叶先生，罗斯柴尔德先生，武爷以及陈总，如果你们准备好了，那我们就一起下去吧。叶晨点点头，随即便道：你来带路。小林次郎90度鞠躬，随后转身走下楼梯，叶晨跟在他的身后。走下去的时候，还回头对史蒂夫招了招手，笑道：走吧，史蒂夫，带你去见2个人。见人？史蒂夫惊讶地问：叶先生，您让我来这里见谁？叶晨笑道：下来不就知道了。言罢，便迈步走了下去。史蒂夫没想过霍格维茨父子俩会在叶晨手里，而且也来不及想太多，便快步跟上叶晨的步伐走了下去。下到地下这一层之后，史蒂夫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缩小版的监狱，面前一条长长的走廊，而走廊的2侧全是被钢筋混凝土墙壁以及铁栏杆封住的房间。每一个房间面对走廊的这一面都没有墙，而是完全可以一眼看清内部所有情况的铁栏杆。即便是里面的简易卫生间，也只有一堵1米高的矮墙，人在里面上厕所时
也会露出脑袋。虽然这里已经完全属于地下空间，但里面的空气、温湿度都与上面没什么区别。叶晨本以为下来肯定会有异味，没想到根本感觉不到什么不适感。一旁的洪武赶紧介绍道：“叶大师，咱们这里在建造的时候就弄了新风系统，里面的空气1小时能循环2次，而且还搭配了中央除湿，就算是地下也不觉得潮。而且我还装了中央空调，冬暖夏凉，非常舒适。”说完，他故意看了一眼史蒂夫，笑呵呵地说道：“有个老美最喜欢说的词儿叫什么来着？人道什么来着？”史蒂夫随口道：“人道主义。”对对对，洪武笑呵呵地说道：“咱们这里就非常具备人道主义。”说罢，他赶紧凑到叶晨耳边，低声说道：“叶大师，这里的新风、空调什么的，平时我都不怎么开，就是不想让那几个王八蛋太舒服。这是您昨儿说您要来，我昨儿才让次郎提前开的，等您走了，我就让次郎关了。”叶晨点头笑了笑，称赞道：“果然是你啊，洪武，确实周到。”洪武嘿嘿一笑，又拍了拍加克的胸口处，低声说道：“叶大师，人体书法的装备我也带着了，只要您一句话，就算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我也敢给他脑门上提几个字儿。”叶晨笑道：“这个就不用了，今天不见血。”说着，他转身对小林次郎说道：“次郎，带我们去见见那对父子。”好嘞。小林次郎殷勤地往前走，来到第3个牢房前停了下来，回身道：“叶先生，他们就在这里。”说话间，叶晨已经到了跟前。病床上的沃尔特见到叶晨，吓得顿时脸色惨白，人也不禁哆嗦起来。而他的父亲也同样紧张得无以复加，两人都不知道叶晨隔了这么久忽然过来，到底要做什么。就在这时，史蒂夫·罗斯柴尔德也到了跟前，他看着牢房里胡子邋遢的父子俩，一时间有些错愕。其实他与这对父子并不熟悉，甚至对他们俩都没什么印象。毕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戚实在太多，而史蒂夫这些主家的成员本身又瞧不上他们，所以与他们没太多交集。虽然他来之前就看过这对父子的资料和照片，但看到眼前被关押许久的父子俩，一下子也没认出来。可是他没认出这对父子，沃尔特的父亲却认出了他。主子认不出奴才很正常，但哪个奴才不把主子时刻记心间？认出史蒂夫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先是如遭雷击一般呆住，片刻后回过神来，自以为史蒂夫是来救他父子俩的，于是心中瞬间感觉到了强烈的光明与希望。在绝境之中，他与儿子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能派人来营救自己。如今终于算是喜迎王师了，于是他万分激动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看着史蒂夫，老泪纵横地哭喊道：“罗斯柴尔德先生，您终于来救我们了，求您为我们父子俩做主，我们让这个姓叶的王八蛋害惨了。”